这大概是我见过最硬核的叫起床方式。睡懒觉的女主被小企鹅扇了好几个大嘴巴子，蒙圈的女主此时一脸蒙圈，刚才梦中好像被什么玩意扇了好几巴掌。那么这只企鹅为什么如此的暴躁呢？原来刚刚小企鹅一大早睡醒，发现太阳都快晒屁股了，但主人怎么还没有给它准备早餐呢？摇摇晃晃走在房间里，左瞅瞅右瞧瞧，这才意识到主人压根就还没起床，更别说给它准备早餐了。这可把小企鹅给气得够呛，当初宝贝长宝贝短的把自己领回家，还说一生一世都会对宝贝好，可现在宝贝饿肚子了，你却不管。小企鹅是越想越来气，瞬间开启暴走模式，房间里顿时传出哒哒哒急促的脚步声，一路狂飙要去找女主算账。家里的猫咪察觉到不对劲，立即躲得远远的，生怕一个不小心会惹到这主，会无缘无故挨上个大嘴巴子。看到房间乱糟糟的场景，小企鹅瞬间愣住了，床头还摆放着一双臭袜子，简直比狗窝还要狗窝。爱干净的小企鹅哪受得了这样的环境，先把床头的臭袜子给收拾收拾，心想咋就摊上了这么一个邋遢的主人。完事跳上床准备喊醒女主，可此时女主还沉浸在美梦中无法自拔，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到来。就当小企鹅准备喊她起床时，却突然发现床上还有件脏衣服，这一刻她内心简直快要崩溃了，暴躁的疯狂拍打着翅膀宣泄不满。不过生气归生气，但还是不情不愿地将脏衣服拽到了一边。对于一只爱干净有强迫症的小可爱来说，她的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。收拾一番后的小企鹅这才想起来此次的目的，她不是来叫主人起床准备早饭的吗？随即气嘟嘟地重新爬上床，靠近女主的后脑勺拱来拱去，让快点起床。可这一接近，小企鹅差点再次崩溃，就说谁家的主人10天都不洗头发，这一蹭给自己身上蹭一身的油。这一刻她再也无法压抑内心的怒火，今天非得给你一个难忘的教训不可。接着大巴掌像不要命似的呼了出来，响亮的巴掌声瞬间充斥整个房间。女主垂死梦中惊坐起，捂着脑袋一时不知今夕是何年，缓了半天看见一旁的小企鹅才反应过来，大声斥责：你这不是要吃早饭，分明是要造反。小企鹅理直气壮地站在枕头上，气嘟嘟地和女主对视，咋的，睡懒觉你还有理了不成？女主也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，谁让这是她自己要养的小可爱呢？接着企鹅把臭袜子丢在床前，示意女主赶紧起床给自己准备早饭，心想这个家要是没她迟早得散。女主一时间也弄不清自己是养了个宠物还是请了个小祖宗回家，随即就想躺下继续睡个回笼觉，可却又发现床头有双眼睛正虎视眈眈盯着自己，这才不情不愿拿起袜子准备起床。一旁看热闹的猫咪内心直呼长见识了。小企鹅看主人磨磨唧唧的，又气冲冲的跳上了床，对视后发现主人似乎有点生气了，小家伙心虚的撇过小脑袋，一顿饱和顿顿饱他还是拎得清的，下一秒立即改变策略，贴到主人身上撒娇卖萌起来。人家肚子饿了，主人快点给宝贝搞早饭吃，这怕不是要成精了吧？面对这个厚脸皮的小可爱，女主也是非常无奈，然后便匆匆起床给爱宠准备今天的伙食，而这一地的鱼便是小家伙一天的口粮。在此不得不感叹，女主真的是家大业大呀，看到自己终于要吃到早饭了，小企鹅瞬间开心到飞起，冲着主人嘎嘎嘎叫着表达感谢，钻到主人怀里给了个大大的拥抱，还时不时的走近跟女主亲热的贴贴。一套操作下来，女主的心瞬间融化了，早忘了之前企鹅粗暴喊自己起床的事，接着卖力的开始清理小鱼身上的鱼鳍，为自己的小可爱准备最丰盛的早餐。经过一个早上的忙碌，小企鹅终于如愿以偿吃上了美味的早中餐，吃饱喝足后又来到鱼缸中泡了个澡，畅游了一会泳，这小日子过得简直是太幸福了。几只猫头鹰宝宝正在巢穴里休息，突然一只鸽子闯了进来，随即欣赏了一下这套高档住所，忍不住仰天长啸，看起来对此地非常满意，下一秒就把自己的老婆也叫了进来，真是一点不把自己当外人啊。7只鹰宝宝被这2个不速之客吓得一愣一愣的，缩在墙角，身体直哆嗦。然而这还不是最离谱的，只见2只鸽子挤在一起撒起了狗粮，母鸽更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下了一个蛋。看来这对小夫妻百密婆心的劝说，试图让鸽子主动离开，可鸽子完全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，既然软的不行，那就只能动用武力了。鹰妈上去就是一招夺命剪刀脚，鸽子也不甘示弱，扑腾着翅膀进行反击。在双方沉寂极丝毫不留情，面对着鸽子就是一顿猛烈的输出，只是委屈了鹰宝宝，时不时就被妈妈踩上几脚。这场战斗足足持续了10分钟之久，最终以鹰妈妈将鸽子赶出去而结束。但从巢穴里随风飞舞的鸟毛来看，结果对双方来说都是相当的惨烈，无论对鸽子还是猫头鹰来配，有见多识广的知道这对鸽子夫妇是咋想的吗？男人一把抢过狗子嘴里的飞盘，随后用力向远处抛去，狗狗见状激动地跑过去捡，可当他叼着飞盘满心欢喜回来时，却发现主人一家已经上车准备离去。一旁的金毛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眼睁睁看着主人开车离去，不明白主人为什么要抛弃自己。原来他们之前生活在一个重组家庭，暖男金毛是哥哥最忠实的伙伴，肥猫猫姐是妹妹最贴心的好闺蜜，而斗牛犬狗剩则是小儿子的宠物。因为他们都一样的调皮捣蛋，头脑简单，
由于父母工作变动的原因，所以家里的宠物们要被送到乡下亲戚家寄养一段时间，而他们却不明白主人的意思，以为自己被抛弃了。自那以后，猫姐和金毛每天趴在门口思念着主人，期待主人回来接它，而狗剩却没心没肺，不以为然。农场仿佛成了它的游乐场，整日在农场里追鸡撵鸭，玩的那叫一个不亦乐乎。这天，金毛压抑不住对小主人的思念，只见它一个跨越翻过围栏，决定去寻找自己的主人。猫姐见状也立马跟了上来，而狗剩却懒得不愿意动弹，没有跟上队伍。这时，一只火鸡气势汹汹朝它走来，吓得狗剩撒腿就跑，踉踉跄跄跨过栅栏。他一路狂奔，及时追上了还没走远的金毛。就这样，在金毛的带领下，两狗一猫开始了一场跨越数千公里的寻主之旅。他们一路穿过草地，翻山越岭。当他们精疲力尽，以为要到家的时候，前方却是一片片连绵不绝的高山。此时的狗剩和猫姐都累极了，不知前路究竟在何方。只有金毛一脸不放弃的样子。他凭借着对主人的思念，义无反顾地再次踏上征程。之后，他们又一起穿过丛林，趟过溪流，一边追逐一边打闹。沿途遇见了小浣熊，还有躲在树洞里的臭鼬。转眼间，太阳落下了山，夜晚的森林异常的阴森恐怖，不时传来猫头鹰等各种动物的叫声。不远处的草丛里，一条蛇正在来回游动。狗剩被这诡异的气氛吓得无法入睡，最后还是躲到金毛身边，这才得以安静下来。第二天，饥肠辘辘的他们来到河边抓鱼充饥。猎犬金毛很快就抓到一条鱼儿，吃得津津有味。但狗剩无论怎么努力也抓不到一条鱼，期间还被小龙虾给蛰了一下。他看着金毛吃得正香，只能求助猫姐帮忙。只见猫姐随意挥舞爪子，一只肥美的鱼儿就捞上了岸。狗剩见状，立马跑上岸抓鱼，可上岸后他还是抓不到。只见那鱼儿蹦蹦跳跳就来到了两只棕熊面前。狗剩虽然笨蛋，胆子却不小，嗷嗷两声，直接就把棕熊给吓跑了。随后叼起到嘴的鱼儿开心地跟同伴们炫耀。金毛提醒狗剩小心后面，狗剩回头一看，吓得撒腿就跑。原来是被欺负的棕熊宝宝喊家长来了。就这样，两狗一猫开始了极限逃亡。由于鱼没吃到，又连续逃跑了1800多米。饥肠辘辘的狗剩累得实在没力气了，现在他看见啥都想上去啃一口。恰好一只豪猪路过这里，饿急眼的狗剩不顾金毛的阻拦，迅速追上豪猪，就张开了自己的血盆大口，结果被豪猪刺扎的嗷嗷叫唤。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猫姐想尝试帮他拔掉刺，但扎得太深，根本无法拔出。狗剩一脸伤心，感叹自己的命真苦。不久后，他们被一条河流拦住了去路。金毛和狗剩都会游泳，轻松度过，但猫姐却是个旱鸭子，不敢下水。好在她很快找到了过河的办法。只见她灵活地走过破烂的木头，跨过一个个石头。然而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马上就要发生了。腐烂的木头承受不住猫姐丰腴的体重，猫姐直接一头落入水中。不会游泳的她在水中慌忙挣扎着，很快就被水流带着向下游飘去。金毛顾不上太多，直接跳入水中试图营救猫姐。可前方突然出现瀑布，还没等金毛靠近，猫姐就被水流顺着瀑布冲了下去。金毛无奈只好选择放弃。他和狗剩来到岸边，看向几十米高的瀑布，却早已不见猫姐的身影。直到太阳落山也没能找到她。两只狗就呆呆守在这里，不愿离去。他们内心充满了自责与愧疚。狗剩本就忧郁的脸上此刻又多了几条皱纹。就这样接连等了好几天，他们仍然没有等到猫姐。金毛悲伤地看了一眼河流，似乎在说我会想你的，随即带着狗剩重新踏上了回家的旅程。而被河流冲到岸边的猫姐被一位老人救起，并将她带回家悉心照顾。另一边，金毛和狗剩又累又饿，他们不停地寻找着食物，但每次都因为狗剩的鲁莽放走了猎物，忙活了半天没有收获不说，还不幸被一只饥饿的母狮盯上。两只狗狗又开始了疯狂的逃亡之旅，可饿着肚子的他们又哪里能跑得过健壮的狮子？就在危急的时刻，他们看见了悬崖边一块凸起的岩石，这让他们想起了曾经和猫姐玩过的跷跷板。于是金毛鼓起勇气吸引母狮的注意力，狗剩则躲在上方等待时机。等待母狮走到石头一端时，上方的狗剩一跃而下，只见那只母狮被直接弹飞出去，一点多余的动作都没有，堪称完美。两只狗狗见状忍不住激动的嗷嗷直叫唤，这声音恰好被远处的猫姐听到。猫姐多日来一直思念着同伴，于是立刻挣脱救命恩人的怀抱，循着伙伴声音传来的方向奔去。终于失散多天后的他们再次团聚，金毛和猫姐激动地拥抱在一起诉说思念，一旁的狗剩却成了500瓦的大灯泡，尴尬不已。有了猫姐后，他们终于吃了一顿饱餐，吃掉的鱼骨都堆成了小山。简单休息后，他们便再次踏上回家之路。与此同时，家人也得知了狗狗们离家出走的消息，孩子们焦急地让父母帮忙寻找。另一边，寻主小队在丛林深处发现了一个哭泣的女孩。本就害怕的女孩看到脏兮兮的金毛后更加害怕了。暖男金毛见状赶紧停下脚步，伸出爪子向女孩表达善意。女孩就像见到一棵救命的稻草，紧紧地抱住金毛不愿撒手。就这样在金毛的守护下，女孩安全地度过了一晚。期间猫姐还暖心地为女孩取暖。第二天一早，金毛被人类的呼唤声吵醒，于是金毛赶紧发出吠叫。
很顺利就惊动了路过的救援队，然后在前方带路，带着男人找到了女孩。救援队正是女孩的父母找来的。此时一家人紧紧抱在一起，金毛和同伴们默默看着这温馨的画面，他们也很想回家和主人团聚，可没想到救援队临走时也带上了他们。眼看着离回家的方向越来越远，金毛和狗剩都开始急了。之后救援队把他们送到了动物收容所，联系到了他们的主人来接他们回家。可狗狗们误认为动物收容所的都是坏人，拼了命的疯狂挣扎，但还是被套上绳索关进了笼子。只有猫姐靠灵活的走位逃了出去。等到工作人员放松警惕之时，猫姐又跑回来准备营救同伴。她凭借着垃圾桶从厨房成功进入屋内，在机智的躲过工作人员的视线后，顺利找到了被关押在笼子中的金毛，然后开门放狗，动作一气呵成。随后他们又来到医务室准备营救狗剩，可却被看门的保安发现。猫姐见状立马窜裆引开保安，留下金毛大声呼叫狗剩。狗剩听到动静后立马不淡定了，拼命挣扎着逃了出去，医生想要上前阻止，金毛趁机抵住房门，和狗剩成功逃脱。可此时肥猫却被胖子保安抓住，两条狗见状一跃而起，冲向保安救下猫姐，接着又被门外的铁网阻拦。猫姐凭着娇小的身体迅速穿过，但金毛和狗剩却被挡住，于是他们俩开始轮流狗刨式刨起了土。金毛顺利穿过，可狗剩的屁股太肥，被卡在铁网上。保安见状一把抓住狗剩的大腚不放，紧要关头金毛露出獠牙，一跃而起吓退保安，三个伙伴才终于成功逃脱。为了躲避人们，他们选择继续走隐蔽的丛林。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此时主人一家接到收容所电话恰巧赶来，就这样三个小家伙与家人完美错过。但经过他们几天几夜的不懈努力，几番周折后终于看到了家的方向。可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，意外却再一次发生了。在通过一片废墟时，金毛不小心掉入了坑中，当即晕倒在地不省人事。在猫姐和狗剩不断的呼唤下，才缓缓睁开眼睛。然而他的脚已经严重受伤。金毛努力地站起身子，尝试着爬上泥坑，但泥坑又陡又滑，他一次次尝试却都摔倒而下。无力的金毛躺在地上打算放弃，危急关头狗剩直接跳进泥坑，鼓励同伴要坚持下去。但多日来的奔波已经让他心力交瘁，他不舍得看着一路走来的同伴，仿佛在说你们走吧，不要管我。随后伤心地闭上了双眼。第二天，一家人在院子里玩耍时，小儿子突然听见有狗的叫声，他们一脸期待地望向远处的森林，只见狗剩从森林里激动地跑了出来，一家人都兴奋不已。随后猫姐也蹦蹦哒哒跑了过来，一家人激动地相拥在一起，享受着这团聚的喜悦。此时哥哥紧张地望着远处的森林，期待着他的金毛快点出现。可十几分钟过去了，却迟迟不见金毛出现，大家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一个个神色凝重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金毛是三个宠物里最懂事最稳重，但也是其中年纪最大的。家人们猜测他太老了，根本无法走这么远的路。就当大儿子伤心的转身准备离开时，金毛终于出现了。他拖着受伤的前腿一瘸一拐朝主人走来。回家的信念让他坚持了下来。动物虽不能用语言表达自己，但比起语言，他们所付出的行动会更加真挚。所以请善待那个满眼都是你的毛孩子吧。喜欢的朋友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